我生来就是太子妃，太子爱极了我，上街人人都说他像我第二个爹。可我爹死后，他却变了心，每次见我都是林英，你能不能要点脸？我歪了歪头，就很不解呢，但没事，反正我也是要杀他的。刚过完生辰，我就匆匆忙忙进京。太子从小就生得俊美，这几年容貌更盛，我日日担心他被上京的女子勾了去。昨日丫鬟青竹告诉我，春猎的时候，镇北将军府的小姐唐婉救了太子，现在两人打得火热，我心慌的一个晚上未睡，早起就让碧柳收拾行李。庄子离上京不太远，只需大半天的行程，只是刚行到麒麟街，我的马车就被撞翻了，我滚落到泥水里，钗环落了一地，没人来救我，人们都急着窃窃私语，这就是未来的太子妃啊，怎么打扮的和村姑一样，真是给林大将军丢脸。哈哈哈，你看她穿的像不像是山鸡？说像山鸡都辱了山鸡。我被摔得不轻，膝盖都流了血，却不敢抬头。青竹偷偷跑到我身边想扶我，却被一道娇喝声止住，然后是一道鞭子朝我袭来。打我的人穿着一袭红衣站在马车上，像只高傲的公鸡。哪里来的叫花子，也敢冲撞本小姐？我是郑国公府的小姐，我叫林英，我不是叫花子。其实我也没冲撞他，我们的马车是直行，而他的马车是从旁边的街口窜出来的。我再傻也知道这人是故意的，但能有什么办法呢？毕竟我爹死了，他爹接手了我爹的军权，又得皇帝器重，现在可谓是权倾朝野，所以我才更要牢牢抓紧太子。唐婉见我这副窝囊样，就更气了，鞭子也甩得更起劲。看什么看？再看，把你的招子挖出来。招子就是眼珠子，之前我爹常显摆说，别人的眼珠子都是泥搓的，我的则是天上掉落的星子。我撅着屁股，双手抱头硬扛，禁不住咧开嘴角，哎爹呀，你看看你，死都死透了，咋还给女儿招恨呢？最后我是被抬到马车上的。5年前我得了一场大病，之后身子就一直不好，胆子也小得跟鼠似的，动不动1步3喘，更别说挨了一顿鞭子。我靠在软枕上，眼里一片死寂。青竹哭，碧柳也哭，只不过碧柳哭得更丑。刚刚在车里，她替我挡了一下，撞破了头，后来又跳到沟渠里替我捡包裹，现在真是丑的鬼见了都害怕。太子怎么可以这样？定是我今日的样子太丑，甄哥哥才没认出我。碧柳，你可还记得小时他常常偷偷出宫，到郑国公府来寻我，每次都带着御膳房的糕点，先用油纸包着，再缠上绢帕，到了府里，那枣泥酥饼都还是热乎的。碧柳是从小与我一起长大的，听我这般念叨，便哭得更甚。小姐想吃，奴婢明日便做。还有那蜜汁蜂巢糕，奴婢也会做，只是咱们先要回府。你这满身伤，老太太知道怕是要心疼死。刚刚就在我差点被打死的时候，太子来了，骑着高头大马，穿一身华袍，我以为他来是救我于水火，结果他愣是看也没看我，反而把手伸向了唐婉。阿婉受了伤，我先带她去看医，你自行回家吧。说完便策马而去。碧柳哭得我心烦，我抬手捂住她的眼睛。小姐哭不出来，那我替小姐哭。是的，得了那场大病之后，我就再也不会哭了，心里堵得再厉害，眼泪也流不出来。每次疼的时候，我都会想起我小哥。我小哥死的时候刚15，还是芝兰玉树的年纪，但却被人硬生生砍成了2截。见了的人说他疼得咬断了舌头，但却没哭一声。我二哥也没哭，大哥更是。我爹咽气前还对老天竖了竖中指，所以我更不能哭。林家风骨不能从我这里倒下。我把手从碧柳的眼睛拿下来，一起落下来的还有血和泥水。不哭，哭不好，要笑。于是我便真的笑了，因为我15了呀。我小哥死的时候就15，那是他第一次上战场，3战杀敌500。我看着自己苍白的手，真好，我也15了，可以开始杀人了。我从角门偷偷入府，想等伤好了再去看老祖宗。5年前林家还是望族，现在却死的只剩我母亲还有祖母。这几年他们身子都不好，我怕他们受惊吓，如果他们都走了，那我就真的成了孤魂野鬼了。但人就是不经念叨，我刚这样想，他们便踉跄着来了，像2只被折了翅膀的扑棱蛾子。我勉力朝2人笑，2人却很近朝我哭，特别是老太太，哭得像是死了宰的老兽。我的小婴儿，我的小心肝，这几年苦了你，祖母没用，祖母护不住你啊。祖母，我不苦，我现在身子好了许多，晚间我吃了整整1碗饭，不信你问母亲。府里还没开饭，哭完了母亲才想起重要的事。婴儿，这次闹的动静这般大，大娘担心。祖母也正色起来，没事，再大，皇帝也不会让咱们死的，因为咱们林府现在已经死无可死了呀。还是婴儿看得远，如果需要，祖母也是可以死一死的。我可以排在老太太后面，我得给老太太装棺呢。
回京不过3日，我的名声就臭了。我爹在时，我是这上京明珠，现在被搓磨成了驴粪蛋子。有人说我体弱，没法替太子生孩子；有人说我胆小，没太子妃风仪；有人觉得我粗鄙，连喘口气都是给皇家丢脸。而唐婉恰恰是我的对照组，不止家世外貌好，还是太子的救命恩人。真有此事？春猎的时候，太子遇到了熊，是唐小姐一剑把那熊重伤，救了太子的命。那熊怕不是瞎的？不止熊是瞎的，那太子的命也是够不值钱的。据说皇后对那唐小姐也喜欢得紧。都说有奶便是娘，之前这对帝后认的娘是我爹，现在他们换娘了。最近小姐还是不要上街的好，怕流言重伤你。说完便转身拎了一只狸奴出来。那日我走得急，花花便被留在了庄子上，后来是乔叔给送了来，碧流把狸奴扔我身上。绣花或者玩花花也好，我不救，自然会有人来救我。第5日太子果然来了，结果一身怒气。太子见我正在绣一块鸳鸯帕子，就更气了，气得往那一立，那帕子都可以做引魂幡了。林英，你还要不要脸啊？我被这一声吓到了，不小心扎了手，我满脸无措。林征则一脸鄙夷，我以为他来是安慰我，亦或者是为前几日疏忽我而致歉，起码表面该如此。但不是，他来竟只是总结性陈词，把外面传的那些闲话又都说了一遍。我觉得好笑，一国储君，到头来还比不过抄别人话本的小贼，就这脑筋还不如我的花花。花花馋了还知道偷肉吃，太子这是以为自己往内一站就能成佛了。要呢？太子的脸色忽的一下就涨红了，是气的。太子佯装亲密靠近我，说的话却拔凉。林英，若没有你，那太子妃之位便是婉儿的，所以你要好自为之。若是再招惹婉儿，别怪我无情。真不知我哪里招惹了唐小姐，于是我拼命想，最后终于了然，可真是怪我呢。怪我的马车不是纸糊的，怪我的骨头不是草编的，也怪我林家从太祖那辈就保家卫国，整整护了大梁100年基业，亦或者怪我林家历经磨难还没死绝，仇人未死，大仇未报。真哥哥，我给你做了锦衣，我记得我绣的第1个荷包，你想要，韩城也想要，你们抢了半天呢。现在好了，韩城他死了呀，被别人用枪扎死的，所以以后我只给你做衣服啊。其实韩城当初不用上战场的，他气我天天围着林征转，便一气之下和小哥跑了。那一年韩城也15了呢。青竹把锦衣拿出来，我满腔爱意递给林征，林征却看都没看就把锦衣打落在地上。你简直不知羞耻！我歪头，给自己的准夫君做衣服是无耻，那他和唐婉当街共骑又是什么？还有当年他打不过韩城，便扯人家头发，比西柳街的泼妇还不如，那时他可知羞？就是很不解呢。没过几天，皇后便组织了一次宫宴，她可能是觉得我脸皮厚，外界的传言没把我逼死，便想着当众打我脸，于是她便把京城数得上名号的贵女都叫了来。这些贵女装扮的都和花蝴蝶似的，一会扑扇着翅膀比美，一会又叽叽喳喳比才艺，只有我自己和自己比干饭。众人都纷纷看向我，以为是哪家的耗子成了精。母亲实在看不下去了，狠狠按住我拿鸡腿的手。婴儿啊，你可省点心吧，对面可是有3座炭炉子啊。娘，你说今晚哪座炭炉子会先翻啊？说完又哀叹一声，再不翻，咱们还要往里投银子。娘赚钱不易，我心疼啊。爹没死之前，我娘可是京里有名的小富婆，实在不行，就再传我生不了孩子，或者就算能生出孩子，也会是8条腿，如何？是的，之前败坏我名声的，除了太子和唐婉，也就我最卖力了。我把自己踩到烂泥里，以我对林征的了解，我越是不堪，他越是会气急败坏，气急则志短，志短则踏错，踏错就离落败不远，到那时我便会要了他的命。前几日他威胁我说别怪我无情，殊不知我求的也是他的无情。我和母亲都压了唐婉，他果然也不负众望。等宴会一结束，他便找人把我拐带到了一个亭子里，亭子临湖而建，是说私密化的好地方，也是干坏事的好地方。唐婉看我来，很高兴，我涉级而上，也很高兴。唐婉站在栏杆边，依旧高高在上，像悬在天上的月，而我穿着素色的裙子，像是一只随时可以被踩死的小虫。林英，现在国公府就只剩下你祖孙3人，你应该知道你们帮不了太子。若是你真为太子哥哥好，就应该自降为妾，这样我可以勉强为你留一条活路。就觉得这唐婉和林征还真是般配，都是如此简单粗暴，除了威胁还是威胁。却不知现下最想保我这太子妃之位的，不是别人，正是当今圣上。当年九子夺嫡，凶险异常，最后是我父亲站在他这一边，他才能登临高位。5年前他欠了我父，现在他不敢也不能再欠我。世人不知，但我知，我呀，只是他彰显贤明仁爱的一块遮羞布。就算只剩下我，那又如何？我和太子是皇帝赐婚，均无戏言，这道圣旨怕是不会轻易收回。所以就算我死，
你也只会是个记事哦，或许记事也捞不到。不过太子侧妃，你总能捞到一个，所以谁给谁留活路还说不定呢。这几年唐婉嚣张惯了，自是听不得我这话，所以想也没想就朝我甩了巴掌过来。我没多法儿上前，然后再轻轻往后一仰。唐婉，你竟然想杀我，那我便送你一程。最后我如柳絮般轻轻落进湖里，在入水的刹那，我笑了。若我今日不死，那死的便会是别人，而我当然不会死了。碧柳的求水功夫虽然不咋地，但我信他。我是被母亲的嚎叫声吓醒的。母亲是山谷出身，原本性子就热烈，后来又被父亲娇惯的没边，所以时不时就会忘了规矩这一说。婴儿啊，你死了，林家就无人了呀，百年林家绝后了呀。陛下，看在我林家男儿都死在战场的份上，求陛下为我儿主持公道啊。我悠悠睁开眼，然后就看到一脸菜色的皇帝和沉默的所有人。沉默把唐婉逼得开始发疯。皇帝伯伯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，真的是他自己跳下去的，是他陷害我。但任凭他如何喊冤，也无人相信。我体弱又不会求水，如果真的是自己跳下去，那不是找死吗？皇宫里侍卫多，或许赶巧就被侍卫救了，但那样我的清白也保不住了。如此蠢笨的法子，但凡有点脑子的人都不用，我不会用，那便是他说谎。毕竟前几日他还拿鞭子抽我呢。唐婉见大家都不信，又开始指着碧柳，你们看他的丫鬟就正好在湖边。陛下，是他们把小姐拉走，不让我跟着。说完又瞄了眼没剩几个花瓣的树枝。我去湖边也是闻着香味去的，捞起小姐前，我都不知道那是我家小姐啊。可就算不是我家小姐，我也会救啊，那可是人命啊。几个贵女听完都像鹌鹑一样低下头，皇帝的脸色也渐渐由菜色变成铁青。唐家女娘失德，夺其封号，并禁足3月，为国祈福抄经。不知何时，太子已悄悄站到我身边。太子用饿狼般的眼神看我，我回以无助和欲哭无泪，然后便一头扎进母亲怀里。我猜皇帝也在等着我求情，但我偏不，我不止不求情，还抖得更厉害。最后太子只得自己跪下。父皇，求父皇开恩，婉儿良善，平时总会去救助那些流浪猫狗，儿臣相信他不会推人下水。这话说的像是我连猫狗都不如，那我爹岂不是也猫狗不如？我爹也是15岁上战场，一生征战无数，除了关山那一战从无败绩，不止击退敌军数次，还为大梁夺回10几座城池。这样的人该受世人敬仰。可在太子眼里竟猫狗不如，那其他朝臣算什么？岂不是都是蝼蚁？哈哈哈！其实我能理解太子的处境，这几年他的兄弟都长大了，而太子的位置就一个，人人都想要，所以他就更是要抓住唐家，就像我丢了颜面也要抓住他那般。抓吧，抓得越紧越好呢，就像蚂蚱绑到一条绳上才好下油锅呀。回府路上，母亲又垂泪。母亲向来识大体，最近常哭，许是心疼我。回家还不足1月，我就生生受了2次伤。刚刚在水下胳膊刮到乱石流了血，御医帮我包好了伤口。现在我又故意撑开伤口，血顺着衣袖往下流。母亲拉着我的手，你不必如此。母亲，我只是不敢忘父兄流的血，不敢忘5万好男被敌军和自己人联手生生害死，没死的最后也被统统活埋。那5万好郎，有的有妻有子，有的有母有父，但在他们心里却都是先有国再有家。他们死前都不知，他们护的国到底是怎样的国。整整1个月，救援被阻断，缺水少粮，无食果腹，最后只得相食，没有刀剑，遍体鳞伤，瘦骨未见，最后硬生生用血肉之躯为大梁守住关山。可他们不知，他们守护的这江山早已从内力腐朽，他们不知，他们戎马一生，铁骨铮铮，却死于争权逐利的阴谋。娘啊，我痛！我伏在母亲肩头，痛得快浑身痉挛，最后竟硬生生把舌尖咬出了血。所以现在该换他们死一死了。苍天既无眼，我就以身化巨，为这世间凿开一缕光明。不然就算死，我也无颜见我父兄和林家先祖。出宫之前，皇后下了封口令，她对唐婉的莽撞也不满，但她得护着自己的儿子。但第2日，宫宴上的事还是被传得沸沸扬扬。那日我被鞭笞，看见的人不少，所以这是传着传着就变了样。最开始是唐婉逼我下跪，我不跪，他就一脚把我踢湖里了。后来又变成他逼着我吃屎，我不堪受辱，最后宁死不屈跳湖了。有心软的人开始偷偷抹眼泪，人们好像是一夜之间，忽然就想起我父兄来，想我父功勋无数，却清正廉明，爱兵如子。我3位兄长花样年华，却披甲上阵，枕戈待旦。而那唐勇无才无德，不过是靠着皇帝提携才上位。上位后不止不严明军纪，还愈发嚣张跋扈，养的儿女也是一个比一个目中无人。这样的人真的能守好国土，护好百姓吗？
如此下去，大梁怕是要危矣。百姓们开始闹心，武将的心也不平静，有武将替我抱不平，也有不少人欲来拜见。这些人有的之前都被我父提携，有的虽无交集，但对我父都有敬重之意，过来也只是想帮我们提提气。但无论是旧部还是新人，却都被我祖母婉拒。祖母拉着我的手，婴儿，做事不能急，现在还不到火候。是人啊，刀砍不到自己身上是不会痛的。就像那日我被抽得快晕死，也无一人敢出来阻止。若是你父兄还在，我囡囡势必活得比公主还自在，怎么会受这么大委屈？我现在也自在着呢。我指着天上星辰，父兄肉身虽灭，但魂魄都在天上看着我呢。我也确实是这样想的，不这样想，吊着我的那口气怕是就没了。我们一家人齐齐整整在一起，从未分开过呢。祖母听完也笑了，哈哈，你父若知道你今日所为，定当又得意。我囡囡虽不是男儿，却也有我之风范。哎，只是说完，怕是又要偷偷躲起来抹眼泪。你爹啊，外表跟个悍匪似的，内里却是个软蛋子。想我爹在京时，就算外出也会把我带上。小时候我差不多都是长在我爹身上的，不是长在头顶，就是长在肩头。又过了几日，青竹笑呵呵道：最近这京中可真是闹腾的不行。天下承平，文臣掌权，武将便示威。原本这些武将还算抱团，但经过此事，想必很多人心思便都有了变化。像唐勇那般逢迎，不是人人都会，所以看见我这境遇，便不免会兔死狐悲。更何况若论战绩，他们还远远不如我父，那下场呢，自是不敢想。而文臣自然是不会放弃口诛笔伐的机会，如此才算热闹。而我就等着看戏好了。隔几日，皇后又召我去凤仪宫，这次是摆态度，不只让我在殿外淋雨，还当着我的面杖毙了一个宫女，意思很明显，就算我最终进了东宫，下场怕是也不会比这宫女好到哪里去。再看那唐婉，就端坐在皇后身边，亲热的不知道的，还以为唐婉才是皇后的亲闺女。前几日林小姐那般，实在是有失太子妃之贤德。你和婉儿本应该齐心协力帮助太子，不想你那般善妒，竟陷害婉儿。你既然没有助力，那也不要成为阻力，不然我又要表演发抖，演完了还要再演一条被驯服的狗。谢谢皇后教诲，我以后定会听婉儿姐姐的话。人人都知道唐勇是皇帝手里的一条狗，但不知皇后也想抢狗链子，这般热闹，我还能说什么？只能说摇起来，摇起来。出宫的时候，我特意拉着唐婉，一会对她笑，一会又拉她的小手，还时不时往她身上靠。众人都不忍心看我，怕我再一会跪下来给她舔鞋，如此卑躬屈膝，我比戏子演的还惟妙惟肖。事后第二日，京中便传出我和唐婉姐妹情深，是我求了皇后才解除了她的禁足。有人道我大度，但更多的则不这么想。至于怎么想的也不知，只知弹劾唐勇的折子开始如雪花一般飞进御书房。唐勇帮皇帝干了不少龌龊事，右手握着京中30万兵权，是以这些折子如预料中都被皇帝压下了。碧柳把几封密信递给我，我看完便扔进火盆里。碧柳，可还记得咱们小时候一起做过炮仗？那塞口的黄泥压得越实，最后响儿越大呢？记得，小姐故意做了一个坏炮仗，差点把韩城少爷崩上天。那你说这次崩上天的会是谁？其实我也不知是谁，但注定有人要成为皇权争斗的牺牲品。事情越闹越大，最后太子不得不低头。不出3日，他便带着唐婉登门道歉，还带了好几箱子礼物，有上好的布料、流行的铜器、珠宝字画，一匣子东邻国进贡的东珠，看起来诚意十足。唐婉应该是受足训诫，这一次态度倒是摆正了一些，只是眼里的妒火若是再收敛一些，便更好了。林姐姐，前些日子都是我不好，是我使了小性子，处处刁难林姐姐，都怪我太爱太子哥哥了。以后我再不闹了，我会像待亲姐姐般待你，可好？我挽着唐婉的胳膊往林荫处走，走到外人看不见的地方才驻足。不好，你要如何才肯停手？你真的不想做太子妃了吗？唐婉绞着帕子，气得俏脸通红，这是要发脾气的节奏。我可真是太爱他这炮仗脾性了，真是一点就着。你看，我爹有战功，你爹也有，对吧？我为什么能坐稳这个位置？自然不是我貌美，德行好和有才华，我更不行。那原因便只有一个，就是我爹死了，要不然你爹也死，不然怕是没戏。你咒我？我只是告诉你，你再怎么折腾，你爹不死，你就没戏。唐婉想必是打人打习惯了，想也没想就又朝我抽了一巴掌。手劲这么小，你是怎么做武将的女儿的？于是我左右开弓，又给自己补了几巴掌。平日我不戴护甲，这日偏戴了一个，和唐婉手上的一模一样。得，这样啊，又陷害我。
最后唐婉是被太子拖走的，一边走还一边嚎叫。他又陷害我，我要杀了他。等他们走远，我从袖中抽出一把刀，那就看谁先杀了谁。太子走后，祖母把我叫去了他的卧房。祖母这几日身子不太好，这日难得来了精神头。她说她第一次随我祖父上战场，穿着红色劲装、银色铠甲，临出行还让丫鬟给化了美美的妆，但回来却沾了满脸的黄沙和血。我吓哭了，哭的脸上都是刀子。你祖父便笑话我说我是狸奴托生的。我武艺好，可一上战场还是吓得差点尿裤子。你祖父厉害，那大刀一挥就能砍掉好几个脑袋。后来我也慢慢学会了杀人，不杀人，自己的人就会死。小婴儿，难为你这么小就知道万般筹谋，但你呀，还是不够狠，姑娘家更要狠，不然没人护着呀。说完，祖母便吐了好几口血。父兄死后，我再没有如此怕过。我慌忙叫人喊御医，但祖母的血却越吐越多。后来我差不多找来了满上京的大夫，但都说祖母本来就身子不好，这次又急火攻心，怕是不成了。我要出去再想其他的办法，但祖母却拉着我的手不放，直到掌灯时分，祖母才放开我的手。去吧，满上京的大夫加一起，都抵不过一个太医院。我望了眼窗外天色，然后感觉自己像是被千斤巨石砸中，脖子也像是被勒住，竟无法呼吸。祖母，你怎么可以呀？祖母已无力再抬手为我拭泪。婴儿，去吧，大梁皇宫远，而我赶到的时候已经是虚实。下了马车，我便对着宫门磕头，只磕到头昏脑胀，满脸是血，最终才换了一个御医出来。回去的时候，我让车夫把车赶得飞快，但我知道再快也来不及了。回府那日，祖母说如果需要，她也可以先死一死的。原来这并不是玩笑，她这是在用她的死为我铸一把最锋利的剑，也是用她的死夯实我复仇的心。我紧攥着小脊上的茶盏，机遇把茶盏攥碎。我求的这个御医姓曹，我认识。这几年林府虽落败，他也常来走动。他年轻的时候做过军医，就在我祖父的军中。有一年大梁恰逢灾年，百姓吃不饱饭，军中也缺医少药。后来是我祖母当了全部的嫁妆，才救回无数人的命。之前曹御医每次来，都会笑眯眯对我说，这上京好多人都怕你祖母，说是他没规矩，为人彪悍。可实际上啊，你祖母有一颗菩萨心肠，你不知道啊。自那以后，军中便有人捏了你祖母的小像，偷偷供着。菩萨在天上，离人界太远，救不了人，但你祖母可以。我们紧赶慢赶，却还是晚了。等到府中，祖母已经咽了气，没有遗言，只有早就写好的一幅字：弱而能强，柔而能刚。这是我大病初愈时祖母对我说的话。弱小不可怕，就像这水没重量似的，但水流大了，却也可以瞬间冲毁山石。做事也不能急，也像那流水，那水流啊流，流个10年，那河中的石头还在，可100年1000年后，那石头啊就成了沙子。人啊，难得糊涂，只有我们糊涂了，才能有机会活下去。但这心里不能糊涂，得记得来路和归途。之前这上京中人都说祖母没规矩，但我和母亲却知道，我祖母是这世间最懂道理的人。自小她便教会我很多，现在又用死亡给我上了一课。我跪在祖母床前，不知该如何才能唤祖母睁开眼，只能像木偶一样一遍遍磕头，求漫天神佛能把我的祖母还给我。曹御医也磕头，求老天把他的菩萨送返人间，但漫天神佛却无人应答。最后只有满室的悲戚。老御医一边磕头一边捶地，最后捶得双手鲜血淋漓。后来不知何时，老御医走了，走前还不忘拍我的头，要记得你祖母说的话。我定记得。那就好。说完，老御医便拂袖离开，然后还不到半个时辰，他便生生撞死在镇北将军府门前。有的人就是如此，生不畏死，但死亦要壮烈。人们总是健忘，好似只有鲜血才可以换回一些良知。于是连半日都不到，也就是祖母的灵堂刚搭建好，便有越来越多的文臣武将前来吊唁。承受不住这打击，我母亲一夜白头，而我也一次又一次地晕倒在灵堂上。又有心软的人开始忍不住落泪。凌家保我大梁100年，我等无能啊，竟保不了这一副孤儿寡母，我等无能。最后满腹哀嚎，哭声像是隐在冷夜中的一群鹧鸪，句句含泪，声声泣谢。停灵当天，五皇子林毅便前来祭拜，是来祭拜的第一个皇子。我又一次哭晕了去。待我醒来，他便与我齐齐跪在棺椁前。他对着我祖母表忠心，说是曾受过我的恩惠，之后定会尽全力护我周全。我好似不认识他，所以看他的眼神也都是不解。我13岁去过边境，待了3年，和大将军一起上过战场。这个人我自是早就知道，
他母族不显，在宫里更是步履维艰，但这人有心机，于是10几岁就敢跑到边境去挣功名。他也确实上过战场，但和我哥哥们不一样，我哥哥们是真的拿刀砍别人脑袋，而他是有人砍了脑袋。他捡功劳，皇帝的儿子再不受宠，也没人敢让他真的丢了命。谢王殿下。一哥哥的武艺也是我爹教的，之前祖母做的糕点有一半都被他吃了去。祖母身死，朝臣都来祭拜，皇子也来了，唯独太子没来，也不知是不敢还是无脸来。我抬眼望着站在灵堂外面的一群华衣少年，又哀叹一声，想他明日定会来的，他不想来，怕是我身边这位也会想尽办法让他来，而我要做的自然是坐等好戏开场。第二日太子果然来了，我听人说在早朝上有好多大臣对着皇帝哭唧唧，这眼泪大多是真的。曾经令敌国闻风丧胆的镇国大将军为国战死，他的家眷非但没人护，还被欺凌如此，御史大夫们一个个跪地哀嚎，天理何在，公道何在，如此怎能让良将安心，怎能让百姓信服？林英出生便被赐婚为太子妃，而唐婉别说还没被赐婚，就算赐婚也顶多算是侧妃，侧妃也是妾，一朝太子当作朝臣表率，怎么能做这宠妾灭妻之事？做了便是无德。太子一身武艺也多半传至林将军，他对恩师孤女非但没有帮扶之意，反还处处欺凌，此乃不义。这等无德不义之人，怎堪为大梁储君？老御史一边哭喊，一边往那九龙柱上撞去。最后老御史自然没死成，而太子却得了30大板。还有唐勇，只1天功夫，那弹劾他的折子就又高了1尺。朝臣们也精明，怕皇帝再压着不办，就把相同的折子一样写了3份。太子来的时候，我在后院，人人都知道我躲着他，我不出去，他便只能自己来。太子被打得狠了，所以看我的眼神像是要吃了我。到现在他还不知自己错在哪里，真好。林英，现在就剩你孤儿寡母，别给脸不要脸，把我逼急了，你就不怕我让你早早去见阎王？对着林征，我竟笑了，然后故意拽着他的衣领把人拉低。林征面对满朝文武的口诛笔伐，滋味如何？林征诧异的眼珠子快蹦出来，在他的眼里，我除了是一个会跪地求饶的人，还是一个总想黏着他的癞蛤蟆。打死他都不信我会如此大胆，但我更大胆的在后头。我一手狠拽着林征的衣领，一手扯开自己的衣襟，然后是恶毒的笑，用我祖母一条命把你拉下这太子之位，林征，你说值不值？林征愣了半晌，才意识到我所要做之事，然后狠狠推了我一把，我借势摔倒在窗前小榻，然后散落一头青丝。征哥哥，求求你不要对我如此，我祖母还停在灵堂，你再不放开，就算你得了手，我也会一头撞死在灵前。林征一步上前，想捂我的嘴，他越捂，我挣扎得越厉害，最后衣衫半解，头发凌乱，像是被人狠狠欺负了去。然后窗外的脚步也凌乱踏来，有人一脚踢开房门，我也适时松开手。太子起身，然后便看到门外站了一群人，有当朝太傅、礼部尚书、兵部侍郎、大理寺卿，以及他的好弟弟林毅。从昨日起，林毅便开始认我父亲为师傅，他来是帮忙，无人会怀疑。我起身束好衣衫坐好，一众人无声的沉默像宣旨，而每个人都在自己的心里落了墨，墨在纸上书写下当朝储君之荒唐。之前是无德不义，现在是无脑无智，一国储君如此，大梁又危矣。太子轻薄于我，绝不是因为我有好颜色，而是想逼我马上入东宫，不然这婚怕是要等上3年。而朝臣对他的骂，自然也要跟随3年。想必早上的一番场景让他怕了，所以才会病急乱投医，行了与街头恶霸无异的龌龊事。于是次日，太子再一次被骂，而弹劾唐勇的折子则又高了1尺，两权相害取其轻，最后为保太子。皇帝不得不自断一臂，还没下朝，唐勇便以多项罪名被大理寺关押，克扣粮饷，贪污受贿，强占良田，杀人越货。唐勇做的恶罄竹难书，但他真正的罪行，除皇帝外，很少有人知道，就算知道，也不敢宣之于口，怕一旦提及，便会遭遇灭顶之灾。当晚唐勇便死了，说是用裤腰带勒了脖子，死前还扒了自己的中衣，写下血书，说是自己从小便无父无母，没有靠山，得了皇帝赏识才登上高位。皇帝是明君，是他的再生父母，他做了错事，愧对皇帝，只能以死谢罪。那血书写得文采斐然，简直是闻者伤心，听者落泪。别人可能不知道唐勇，但我爹知道。有一次我爹喝醉了，就在我面前埋汰唐勇，说他从小到大认识的字都不到500，还不如我家的马夫。朝臣们看了血书也都落泪，他们真不想哭，主要想借此对皇帝吹彩虹屁。唐勇死了，他们都挺高兴，文臣觉得自己赢了，武将觉得自己还可以往上升一升，只有我和母亲知道，杀唐勇的人是皇帝，这人不杀不行，不杀
他怕别人知道他是个过河拆桥的小人。敬君子坦荡荡，小人长戚戚。祖母头七，唐勇断气。母亲一高兴就拉着我在灵堂里喝小酒，这虽不合礼仪，但无论是我还是母亲，都不愿相信祖母是真的走了。之前祖母喜酒，府中没有高兴的事，祖母都要饮上一杯。我之前小，祖母不让我喝，今日这酒我得赔。我把祖母的牌位摆在小桌上，给她斟了一杯。祖母，今日你可高兴？不过老太太，你可别高兴得太早啊！现在死了，唐家还不够，你说接下来该死赵家的还是孟家的？说完，我把一杯烈酒灌入喉，激动的眼泪瞬间就洒满脸上。我得弯下腰去，又一个个头磕下去，可磕得再狠，也换不回我祖母的一声婴儿。祖母，我无能啊！他们杀了咱们5万林家军，可我杀不了那么多人。那些将士们也是有父母至亲的人，我杀了他们，这世上便会多出更多像我这样的人。唐家、赵家、孟家，我要杀了一个不剩。祖母，你和爹爹要是不急，就先在地下等等，我和娘，到时咱们一家团聚在一起，再走黄泉路。祖母这几年身子本就不好，但还不至于死这么早。那日唐婉来临府，我原本以为自己挨几巴掌就足够，祖母狠啊，她拿刀抵着脖子逼暗卫，让暗卫生生震碎了他的五脏六腑。那老曹也是，他提前就通了气，待我叩响宫门时，便是他身死道消之日。他说：婴儿啊，人生有死，但死不可惧，只要死得其所，夫妇何恨？夫妇何恨？可还是恨啊！恨皇帝不仁，恨苍天不公，恨老天瞎了眼，要把我的亲人一个个带走。小时候母亲每日都要忙生意，她也本是富贵人家的娇小姐，但为了贴补我爹的军队，就硬生生把自己给练成了一个铁婆娘。是以我刚会爬，就被送到了祖母的院子里。母亲舞刀弄枪是一把好手，于内务和女工都不太擅长，但她还是日日给我扎头发做糕点，又拿过刀枪的手捻起绣花针，给我绣12生肖的肚兜。那时大哥二哥都去了战场，只有小哥留在府中。小哥每次欺负我，我都会拿着鸡毛掸子抽他，抽累了就换韩城继续抽，最后小哥只能求饶，然后再买一堆小玩意贿赂我。也是后来我才知道，小哥大部分时候惹我都是故意的，他喜欢看我掉金豆子，喜欢看我笑，更想把这世上所有新奇好玩的小玩意都送给我，所以才想了这样的损招。而二哥就没有这样跳脱，二哥不喜言语，但每次回来都会给我带奇闻异事的小人书。那时我识的字还不多，他便把书上的内容画下来，再配上简单的文字，如此我读起来就不烦了，有时还能废寝忘食。大哥从小就跟着爹，长得英武不凡，更是学了一身好武艺。每次归家，他都会在演武场上给我演练一番，然后摸我的头。日后若是谁欺负了石楠，楠楠记得写信告诉大哥，大哥非要一枪把他挑了去。大哥长枪耍得好，常常用长枪挑人，但最后却被人用长枪钉在了城墙上。而韩城从小就是我的打手兼跟班，基本是我指哪他打哪，很多人都叫他狗腿子，只有我叫他花花。他长得唇红齿白，比花还好看，所以我便常常往他臂上沾花。花花，我觉得你长得比那春香楼的花魁还俏，我没有恶意，只是实话实说。但每每都气得他掉眼泪，可不出一天，他就会继续在我眼前蹦跶，像开屏的孔雀，一闭眼，他们都还是那么鲜活，可我却再也无法牵他们的手，看他们的笑，他们都回不来了，他们都长眠关山，含冤而死，所以死一个唐勇怎么够啊？做下一件恶事，便需要用更多的恶事来掩藏。为了掩盖当年的真相，皇帝在派人勒死了唐勇之后，又噼里啪啦把唐家其他男丁都砍了头，女眷发配，估计是留着路上再解决。我托关系又使了银子，这才把唐婉留在了教坊司。唐婉以为是太子救了他，要拜见太子，我让那人给了通融，但不想唐婉没等来联系，倒是等来了一顿拳脚。太子的名声毁了，日子不好过，便把仇都记在了这个失去一切的女人头上。唐婉像是被打傻了，常常一个人坐着，连饭有时都不记得吃。我去见他的时候，他才有了点人气。他恨恨盯着我：你是故意的？不，我格局没那么小，我保下你，只是想用你来杀人。我坐在他对面，像是老友那样和他闲聊，聊一些他没有看清的真相。其实太子真正心仪的太子妃并不是你，而是丞相赵怀之女赵宣。但太子不想让赵宣担了抢人夫婿的污名，何况赵怀是个人精也不许，所以他们才把你当枪使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问问赵明，赵明是赵怀独子，你对太子有救命之恩，他若真的爱你，怎会容你受这般屈辱？太子虽然被禁足，但皇后可没有受到一点点处罚。唐婉听完便笑了，笑着笑着又哭了。太子纵容你羞辱陷害我，我若胆小退婚，腾出的位置便是赵宣的，我若死了更好，毕竟下手的人是你，他手上没沾一点血，给你一个侧妃之位，
你还要感激涕零。假如太子没乱了分寸，那么到现在你唐家全族死了，兵权自然而然便会落入太子一党之手。好一个一箭三雕，你猜这计谋又是谁出的？唐婉，你对他满腔爱慕之情，但最后害了你全家。你现在每晚能睡得着吗？那日在菜市口，你们唐家的男儿都被砍了头，就连你7岁的侄儿，他们都没放过。比惨，我自愧不如。说完，我便起身离开。这人头落地的噩梦，我做了5年，现在也该让你尝尝这滋味了。尝完了就动手吧，唐小姐，我可看好你哦。之前唐婉虽娇蛮了一些，但不得不说这人长得确实明艳，京中有不少贵公子都仰慕她，但她心里眼里却只有林征。但现在不一样了，仙女落凡尘，于是那些贵公子们就一个个排队，成了入幕之宾。这些人中有些想趁此羞辱她，但也有些人愿意为她所用。于是半个月后，赵轩在去净坛寺烧香回来的路上被山匪凌辱致死，而同时赵明也在唐婉的肚皮上咽了气。唐婉用金钗捅了赵明的喉咙，然后是自己。赵怀为了贤明，只娶1妻，生1子2女，现在却2死1傻。是的，在2具尸体被抬回丞相府的当晚，赵家小女儿就被吓傻了，就像当年见了我父兄尸骨，我也差点傻了。赵怀的女儿是真的傻了，因为那天晚上我让人在她的床上挂了一个生了蛆的人头，蛆虫落在那小小娇娥的脸上，想想就觉得爽呢。冬日初雪，也是赵怀一夜白头的那天，我坐着青布马车去郊外给家人们上坟。当年父亲权大，引得文臣不满，以赵怀为首秘密上书皇帝压制武将。那时皇帝还不敢明着打压我爹，便从粮草军饷处下手。皇家不把那些兵当人，但我爹不行，那些兵担子没棉衣穿，我爹便也不穿棉衣，这可把我娘心疼坏了。自此便没日没夜赚银子，赚了银子再换粮食，换棉衣，换军人的命，换家国太平，但最后换来的是昏庸皇帝的一把刀。我爹名声越大，皇帝越害怕。当年皇帝信誓旦旦要做个明君，但当了皇帝之后，才发现明君不好当。他夜夜心惊，怕人说他不如我爹，也怕我爹会夺了他的天下，于是便有了关山那一战。赵怀是谋士，唐勇是刽子手，而北夷人是帮凶。唐勇在皇帝的授意下，成了我爹麾下的左将军。那一战他最先谎报军情，切断救援，然后和北夷人夹击，生生屠了5万人。事后北夷得5城，唐勇得了京中军权，赵怀做了丞相，而我一家几近死绝。那时我小哥15，二哥18，大哥22。大哥武艺超群，二哥谋略过人，小哥耿直勇猛，做林家郎。他们出生便有使命在身，那便是守大梁江山，护大梁百姓。谁料想满腹报国志，最后却死于自己人的屠刀之下。谁能料想啊！我跪在坟前给我爹磕头。高兴不？昔日踩着你们尸骨上位的人，现在也都一具具成了尸骨。爹，你该高兴。爹，我会让你日后天天都高兴。腿快要跪麻时，头顶上忽然多出了一把伞来。来人的脚步很轻，但我还是认出了人。那日他与我一起跪在祖母灵堂，我记得他的气息。五皇子林毅，林毅穿了一袭白衣，看起来像是与世不争的翩翩公子，但我知道这个人实际是个黑芝麻汤圆，懂谋略还最善隐忍。我朝林毅服了一礼，谢王殿下。一日为师，终身为父，我祭拜恩师，何必言谢？他在这里乱认师傅，也不知道会不会把我爹再气死一回。我身子实在虚弱，客套了一番便上马车，林毅也紧跟着上来。我轻轻靠在软枕上，然后从袖袋里拿出一个锦囊。翼王帮我良多，前几日我获得了一个物件，但我实在用不上，现在送与王爷当是谢礼。林毅接下要拆开，被我挡住，然后又指了指后面的马车。过几日我和母亲都要回到庄子上住，所以青竹姑娘，王爷还是带回去吧。王爷现在正需要人手，我现在废人一个，实在不该把人浪费在我这。何时发现的？回京那日是临时起意，唐婉不可能知道，太子更不可能，他甚至都快忘了我这个人。你不怪我？怪过，我匆匆回京，原本希望能得太子庇护，谁知他那么薄情，连他都能如此负我，其他的人我便也怪不起来了，何况你也可能是为我好。我替林毅先说出了他要编的瞎话，毕竟他现在口口声声管我爹叫师傅。林姑娘骗得过别人，还想骗本王吗？你是说太子来灵府之事？那日不过顺势而为罢了。好一个顺势而为！那日你在祖母灵前说是要庇护我，我才敢那般行事。翼王是后悔帮我了。怎么会？最服的就是你了。我在戏台子上又蹦又跳，最后得意的还不是这个死狐狸。林毅是上过战场，但手里却没有兵权，于是他只能把武将这潭水搅浑。2年前他在我身边安插了青竹，想必唐婉和赵轩身边也都有他的人。之前我得到的消息说是林毅也想拉拢唐家，但被拒。他根基太浅，明面上没有竞争力，但他聪明，碰壁后便开始渐渐在暗中捣鬼。殊不知我早就想找个捣鬼人，于是他送了，我接了。
然后又安排了唐婉对太子的救命之恩。既然他想让我们这帮女人互相扯头花，那我就扯得像些，真些，难看些，难看了，才能让有些人在朝堂上做手脚。我演戏是为了攻人心，而朝臣间的攻讦，则是为了方便有些人借刀杀人。现在唐勇死了，赵怀废了，下一个，也该送林征上路了。林毅执意送我回府，我虚弱的连拒绝的力气都没有。下车前，林毅含情脉脉看向我，最近京城不宁，还是让青竹跟着你，不然我不放心。说着也从袖袋里掏出一个锦囊，是青竹的卖身契。之后他就你一个主人，若被亏待了，便是本王的不是。婴儿妹妹先去庄子上躲躲也好，待安定，本王亲自接你回来。谢师兄。第二日，林毅安排人把那个锦囊呈给了皇帝。锦囊里是一封血书，乃唐婉死前所写。血书言太子豢养私兵，在京南300里。这话别人说皇帝可能不信，但唐婉说，皇帝立马就派了人去寻，最后自然是寻到了私兵。太子有，林毅自然也有，还有的更早。林毅是狼，早就不甘居于人下，但太子自小高傲又胆小，于是1年前，我派人给太子幕僚递了信。兵这东西，林毅养了，太子不敢不养，于是他就在京南的深山里养了2000人，人证物证齐全。皇帝气得翻了白眼，但待禁卫军把太子押到金銮殿，他则是直接吐了血。太子不知几时染了5弹散，现在正是癫狂之时，一会痛哭流涕，一会大骂皇帝怎么不早死，还差点抽了侍卫的佩刀砍伤人。皇帝嘴里的血吐了又吐，恨不得将太子杀之而后快，但最后也只是将人贬为庶民，然后流放千里。出京那日，我和太子的马车在城外遇到，又是一阵惊马。这次滚落马车之外的是林征，我挑开车帘俯瞰他，就像我父兄死后，他每次俯瞰我那般冷漠无情，看他如看蝼蚁。我在庄子上安心给祖母抄佛经。又过了些时日，宫中终于传来噩耗，太子在途径祁县的时候遭遇泥石流，人马都被压成了肉饼。一朝太子流放，不足千里便死于非命。大臣不敢言，但看受益者都纷纷猜是林毅的手笔。他也确实派了人去，但杀林征的不是他，是花花。花花一剑砍掉了林征的脑袋。当年我大哥受伤被俘，先是被长枪钉在城墙上，后来为了侮辱林家军，他们又把我哥的脑袋当成蹴鞠踢。现在风水轮流转，花花来信说他在那人头外封了起，让他们省着点踢，可以踢10年。林征死后不久，林毅成了新太子。新太子心思玲珑，第2日就向皇帝求旨，说是要娶我。新太子哭唧唧说曾受我父提携，非要照顾我余生。皇帝也抹了一把泪，我对不住老林，既然你有这份孝义，那朕便允了你，可切莫和你皇兄学。后来听说两人隔岸相望，都是泪两行，这还演上了。我听后笑的眼泪都快出来了。于是我又风风火火回京，然后直奔御书房，长跪不起。林毅知道后，又陪我一起跪。太子，你怎可糊涂？我之前被人不喜，就是因为林家无人，不能做他依靠。但是那人毕竟还有唐家、赵家、孟家，殿下你呢？你若执意如此，我日后怕是夜夜不能眠。林毅望着我，笑得温柔缱绻。他以为我被前太子厌弃，给他一点好，便会倾心相付，那我便如他的意好了。他越笑我越忍不住眼泪，就像他是我这辈子唯一的依靠。真的不可。林毅拉着我起身，又高调送我回府。后来母亲回京，拉着我又去跪了一次。最后皇帝无奈，笑着把我们赶回去，又送了很多赏赐。我闷闷不乐，赌气要去江南，反正还在校期，一时也无法成婚。我料定林毅不会阻我，我可不敢再上京待着，免得惹了某些贵女的眼。林毅以为我一朝被蛇咬，吓破了胆。也好，江南自然是好，于我于你都是，毕竟进可攻，退可守。3日后，曾经辉煌的镇国公府彻底闭府，我和母亲一起下江南。林毅高调送我们出城，我们一行人先行陆路，再走水路，一路不疾不徐，遇到好的地方就停留些时日，表面是游山玩水，实则是查看生意，然后探望些学子。父兄死后，祖母先是写信让父亲的心腹保全实力，然后又让母亲火速把生意从京中撤出。这些年我们任用忠心的掌柜，给可观的分红，又和诚信的商户合作，渐渐便把生意开遍大江南北。而挣来的钱除了养兵，便是用来扶持学子。之前人人都笑我身为将军之女，却被吓破了胆，却不知我胆大着呢。母亲只想报仇，而我则想颠覆这天下，不然怎对得起我爹？我爹把我放在肩头，从小扛到大，小时那是浓浓父爱，现在长大了，我自当是要替他护百姓周全，护山河安泰。母亲忙起来又恢复干练模样，只是偶尔会和我打商量，不然这次就别回去了。我不语，母亲又暗自落泪。怎么着你也是女子，女子这辈子不易，多少要为自己着想。我知道母亲的意思，父亲生前极爱母亲，而我注定这一生无法耽于情爱。女子如何？祖母倾国不让须眉，母亲现在也把生意做遍大江南北，难不成母亲是想让我当个废物？
母亲知道我心性坚定，不死定将闪耀，但她还是为我心疼。我们这一走就走了大半年，4月才到江南，而江南正是好时节，一晃3载。这3年我除了吃喝玩乐就是读书写字，身子倒是养好了许多，不再像之前风吹即倒。最开始林毅还有来信，他来得多，我回地少，渐渐他的信也就少了。利用我爹的余威，林毅拉拢了不少武将，之后又帮皇帝处理了几桩棘手的案子，便逐渐得了民心。民心、军权、手腕他都有了，却唯独忘了我。我一边看信一边禁不住笑，舍近求远这个道理，林家人好似从来都不懂。林毅也不想想，等他什么都有了的时候，其实皇帝的忌惮之心也会更盛。毕竟林毅的能力可是远超林征的。看完信，我让青竹拿来纸张，那就让上京再热闹热闹。百姓家的热闹是吃好饭、穿新衣，而皇家的热闹很可能是血溅当场、头颅落地。只是啊，我望着小几上的茶花，心里想的就是我的花花，好想肝肠寸断那种。这些年我们总是聚少离多，我在明，他在暗，我在上京，他在边疆，现在我在江南，他则又回了上京。大仇未报，不得见，不敢见，难耐时只能以花寄相思。闭眼满地是枯骨，睁眼鲜花映窗前，夜里哭，人前笑，仇未报，不言弃。3月之后，京中终于传来消息，一切都在预料之中。青州那桩贪腐案，7皇子办得好，回京得了皇帝褒奖，没几天就分了太子的权。林晴是皇帝第7子，武艺好，性子鲁莽，是成年皇子中最易被蛊惑之人。于是我们便送了他一份大礼。青州是大梁富饶之地，各种势力盘根错节，这些年贪腐早成陈疴，但皇帝派了几任钦差都没把问题解决。而这次能解决，是我暗中给了林晴不少助力，主要是撒了不少钱和利用江南陈家的关系。我母亲就出生于陈家，人家不入仕，但个个都是经营生意的好手。上京那边，江南林府的门也大开，来往的都是武将，只不过是赋闲在家的，不在朝中挂职，便不会有结党营私的嫌疑。而且接待这些人，我们也都敞敞亮亮，表面是会老友，实则是在给上京一个信号。以林毅的聪明，他应该很快就会接我入京，蛰伏3载，是该回去了。只是这次不知是谁先死。1个月后，我回到上京，而回京的第一件事便是去太子府退婚。林毅诧异，也有些忐忑。我现在还有利用价值，他舍不得我转投林晴那里。林毅越是追问缘由，我越是流泪不语。最后不得已，我才说出实情。这些年林府凋零，每每遇到危机都是太子帮扶，我和母亲很是感激。我父亲托梦也夸奖太子高义，只是我父之死另有隐情，示意我绝迹皇家，不会嫁入皇家。说完，我又身跪下去，然后抽抽噎噎说出我查到的一些事，半真半假。此前有武将出入林府，林毅自然知道，所以他便信了半分，猜这些都是那些老将所言。这些事其实我也不知真假，就算是真，我一个小女子也无力改变什么，只是不嫁是我的底线，不然我父不来找我，鬼也会缠上我。我伤心欲绝离开太子府，现在林毅需要我，自是会派人调查，而他能查到的，也是我提前准备好的。毕竟这世间真正知道真相的，也不过我和母亲2人，还有一个就是花花。半月后，林毅拿到了答案，也做出了抉择，只是现在闹开于江山社稷不利，而皇家声名受损，他也得不到好。若你助我，待我登上高位，我会替父皇下罪己诏。我如何能帮到你？站在我身边即可。见我不表态，他又说起了他母族被灭之事。那件事我多少有耳闻。林毅和林征年岁相当，但武功学问林毅更胜一筹。那时皇帝也偏爱太子，所以便默许了皇后的所为。那一次穆家被安了好几项罪名，几乎被灭族，留下的也都是扶不起的阿斗。这些人不但帮不了林毅，还会扯他后腿，是以林毅才不得已自己跑到了战场。站在你身边就可以吗？可是我还是有些惶恐。不必惶恐，我现在所得多少有师父功劳，所以照顾你也是我心中所愿。我暗笑，除去唐勇之后，我林家虽然表面无人掌权，但军中余威更盛，所以我的选择便多少代表了武将，而且照顾我，他又能白得一个美名，这算盘打得可真响。忘了我南下的时候，他让青竹给我下的慢性毒药了，婚没退成，我只能又拿起针线绣嫁衣。安排了织造司，不必你亲自动手，还是自己绣好，毕竟我绣了这么多年。林毅脸上神色有些不好看，但没再说什么。能说什么呢？毕竟我只会绣嫁衣，这一绣又是从夏绣到冬，直绣到雪落上京城。而正巧那日京中哗变，满宫染血，就像我父兄战败那日，也是白里雪地，血透白雪，再染黄沙。这世间全是欲望，真是个好东西。当年皇帝用唐勇这把刀杀我父兄，那今日我便用林毅这把刀杀他全家。半月前，林毅被老皇帝派到西境去巡查，来回最少要3个月，多则半年。这主意是林晴出的，老皇帝听了，这让林晴有了自己可以翻手为云、覆手为雨的错觉，再加上又有人蛊惑，于是便带着京郊大营的3万兵马直接逼宫。
而当他快把老皇帝戳死时，林毅却忽然从天而降。林晴在闭眼那一刻才知道，林毅根本就没有出京，而是将计就计。但他不知道的是，林毅之所以敢将计就计，是我给的底气。他知道我站在他身旁，他就可以利用林家军的余威。但不知林家军是真的听命于我。我爹死时我10岁，今年20，10年间，人们只看到风雨压弯了我的骄傲，磨平了我的性子，却不知在我的筹谋下，朝堂早已换了好几次血。他们像水沉于海，像虎饮于林，只待一日号角起，便可绝杀于千里。这次京城之乱很快被平复，林晴被乱箭射死，皇帝受重伤，奄奄一息。不出1月，皇帝驾崩。皇帝驾崩后，太子林毅替父下罪己诏，公开我父兄惨死之真相。林毅此举虽然被一些老学究骂大逆不道，但更多的是赞誉，赞他大义灭亲，可开太平，国不可一日无君。山呼海啸般，群臣拥立林毅登基，而林毅自然是惧了又惧。但一场惊变，皇宫再无皇子，最后林毅只得接受，愿以天下为己任。林毅登基后干的第一件事，就是让钦天监择吉日，说是要迎我为后。钦天监正在那边掰着手指头测算，这边就有老臣哭天抢地，大臣不满自然有理由，毕竟在满上京的贵女中，我除了有个好爹，其他方面并不出众。皇后的担子太重，他们怕我担不起，于是便有懂事的朝臣出来打圆场。林姑娘一看就有贤德之相，定是希望我大梁江山永固，日月长恒，不如立后时一起封妃，这样不止喜庆，也能彰显我大梁君臣和谐。皇帝听了虽然生气，但也不好再骂人，于是便不同意也不拒绝，就这样拉扯了3日，结果没出来，但我善妒的名声却传了出去。皇帝为了安抚我，轰轰烈烈摆驾到林府。最近有些老顽固，在朝上没事找事，婴儿可别恼了。我当日应你的话，自是算数。我想了想，他说的是我执意退婚那日，他允了我一生一世一双人。那日我只是沉默的时间久了点，他便急急开了口，因为他从始至终都知道誓言不值钱。我将泡好的茶递了一杯过去，茶香袅袅，我的声音也悠远。我父当年扶先帝登位，为的也不是一己之私，而是希望我大梁海晏和亲，君之视臣如手足，则臣视君如父心，所以望陛下且莫为了我和大臣离了心。说着，我起身朝林毅行一拜，以臣下之礼。林毅屈身将我扶起，眼角瞬间染了红。婴儿如皎皎明月，得知我幸。信吗？但愿你大婚之日还能说出这般话。林毅从我这里拿到了满意的答卷。第2日，林府便收到了皇帝的册封诏书，然后又1日，收到诏书的是新任丞相家和太傅家。我代表武将，丞相领衔文臣，而太傅则彰显皇帝德行，如此3足鼎立，方可保他朝堂安稳。可真是既要又要啊！哎，还不是如先前那位一般。这林家人其实既要又要也没什么不好，就是急了点。先帝是，前太子是，现在这位陛下也是。而我最擅长的便是慢慢等，等羽翼丰满，然后大鹏1日同风起，扶摇直上9万里。大婚那日举国欢庆，林毅也高兴，有一股执掌天下权，醉卧美人兮的豪迈。不过那一日，我也确实极美。10岁我还没太长开，便被封为上京第1美人，然后美了没几天，就被风吹雨打去。还好江南3载，把我养回了人样，一双美目含情，娇软着看向林毅。陛下，我对林毅从未呈现过如此娇态，所以只一眼，他便晃了神，然后乖乖喝下我递过去的合卺酒。他喝完，我又斟了2杯。待他倒下时，我才从旁边的帷幔里又拉出一人，是易容成林毅模样的韩城。我与林毅在饮合卺酒，然后当着真林毅的面交颈缠绵。一般的合卺酒里都会有春药，所以他喝得急，但不知他喝的那杯是毒药，毒入肺腑，肺腑会一点点腐烂，但一时死不了。林家欠的债太多，我不会让他死得这么痛快。为什么？贤妃、淑妃那边，你若是不喜，我不利便是。婴儿，你对我怎么如此狠心？不知是我演得太好，还是他们太蠢。从始至终，他们都把我当成只懂情爱便可随意践踏的小女人。我想，若没我父兄之死，我怕真的会成为一个只会拈酸吃醋的女娘。丈夫不宠我了，我便会跑回家去，大不了休夫就是。但他们都死了，后来是恨给我重铸了一副身骨，让我铮铮立于这天地间，也看到了更多人间的苦难。这苦难让我看得更远，想还这天下一缕清明，而杀林家人只是一个开始。你们林家人真是健忘啊！林毅，你可曾听过我太祖的事？当年我太祖和大梁先祖一起打天下，得胜后，我太祖心甘情愿辅佐大梁先祖，从此一人占沙场，一人安朝堂，这才换来这大梁100年太平。后来是我祖父，再后来是我父兄，这大梁每次江山不稳，都是我林家儿郎用血肉去赌。关山那一战，加上我父兄，
林家死了上百个好儿郎，唐家参与其中，死的人更不计其数。可最终得到什么？是含冤而死，是家破人亡。所以这大梁的江山也该换个人做做了。我没处死林毅，而是把他关到了冷宫地下的暗室。这暗室是韩城5年前带人挖的。韩城没死，当年我小哥被腰斩的时候，他是见证者。他武艺高，支撑到了最后。后来快饿死时，是我割了腿上的肉给他吃，他一边吃一边流泪，不吃会死，吃了才有力气。也是最后这口力气，让他从那万人坑里爬出来，然后又一步步爬回京城。走时，韩城是这上京最美的少年，但回来却满身脓疮，膝盖以下几乎只剩一副白骨，父兄战死。我满腹悲痛，但还不至于心死，因为林家自太祖起便是以护天下苍生为己任，万死不辞。但韩城回来了，我们才知道那皇帝的恩赏，光鲜的门楣，不过都是假象，是他们为掩盖真相而铺上的遮羞布。林家郎向来以战死为荣耀，但冤死不行，这仇得报。在战场，父兄可以以身为刀枪；在朝堂，亦是为报仇。祖母可死，母亲可死，我亦可死。1个月后，我和韩城去看林毅，韩城顶着林毅的面皮，逼真的让林毅自己都恍惚了半晌。这1个月，韩城仗着新帝的身份，雷厉风行处理了好几桩大案，牵扯的都是林毅真正的亲信。而马前卒是新丞相王旭。大婚那日，韩城让人砍了林毅的手脚，现在他就被放置在一口缸里。我大哥被砍了脑袋，所以林征被做成了蹴鞠；我二哥被乱箭穿心，所以林情便也死于乱箭之下。我小哥被拦腰截断，于是我们便给林毅安排了这样的下场。而这一切都是因为林家人值得。韩城当着林毅的面揭下面皮：韩城，你没死。没死，留着你，就是想让你喊一声我的名字。是的，韩城没死，当年留着一口气爬回上京，就是为了取你们林家一群畜生的狗命。当年我见了父兄的尸首，便夜不能寐，而我眼睁睁看着5万人一个个倒下。婴儿，你见过割麦子吗？那些同袍，我病时有人喂过我饭，我伤时有人把手递过来让我咬，我战时他们还笑话我，说让我穿了女装去挣钱。我唱曲儿，他们砍脑袋，定能大获全胜。活生生的人啊，最后他们却像是秋天的麦子似的，一批又一批都在我眼前倒下。我想闭眼，可我不敢啊，我得活着，我得把他们的仇都报了，我得让咱爹咱哥的冤屈得以昭雪，有冤不能言。林毅，如今你也该尝尝这滋味了。你下去告诉那些还抱有幻想的人，这江山现在换我林家人来做了，我们会有自己的孩子，无论男孩女孩都会继承皇位。我还会给孩子改母姓，姓林，就借钦天监的口，说是只有改姓才能江山永固吧。当然也会有人反对，但是我不介意，都杀了便是。现在武将归顺，至于文臣，你不知道吧？我10年前就开始扶持学子，你提拔上来的新贵，大部分都是我的人。对了，还有王旭，他早就是我们的人了。之前他喜欢我娘，但没抢过我爹，便每日里骂我爹。他骂我爹，我就拔他胡子。后来我爹死了，他就哭得最惨，最后哭晕了头，还差点栽到茅坑里。所以你当初想娶他女儿，我之所以会应，就是为了让你放松警惕。而太傅帮你的好父皇做了不少恶事，那淑妃过段时日扔井里就好了。而你，我不会让你死。你杀了你父皇，那这剩下的罪孽就只能你替他受了。说完，我和韩城携手走去冷宫。婴儿，天终于晴了。是啊，终于晴天了。我们来时漫天飞雪，而现在雪后初霁，阳光耀眼。我和韩城一起朝着北方行跪拜大礼。忠魂不泯，林家幼女林英，请各位英灵安心归西。忠魂不泯，林家义子林韩城，请各位英灵安心归西。林毅登基后，政令通达，1年后我诞下公主，直接封为皇太女。3年后，被囚禁的林毅病逝，我临朝听政。同年，韩城改名林迈，带领林家军开始征战天下。钦天监也册出改姓以固国本，虽然很多朝臣不满，但兵权在手，无人敢言，是以皇太女改名为林则，寓意责备天下。5年后，大梁统一6国之后，军队改革，女子可以参军，有先锋者开拓海运，大梁商贸日渐发达。
皇太女10岁时，韩城过世，她早就伤了根本，连年出征更是让病情雪上加霜。起初我心疼不允，但她却异常固执。她说以战才能止战，她说人是活物，不是麦子，人应该活在亲人身边，不应该死在战场之上。韩城死后，我又生生熬了8年，直至太女18岁登基，太女5岁入金銮殿，10岁理政，如今一身文韬武略，周围又有我与韩城为他挑选的能臣良将，相信他能成林家风骨，托江山伟业。我走那一日，春光灿灿，满树桃花映窗前。早起我吃了几口粥，然后便慢慢闭上了眼。我想，也是时候去见见我的亲人了，我爹我娘，还有我的老祖宗，大哥二哥小哥，还有韩城，那个爱哭鼻子的簪花少年。自此梦里不再有枯骨，从此鲜花照人间。